大家好，早上在民宿吃完早饭，我们就出门步行去看在市中心的防空洞。至于为什么要去看这个呢？我们在路上听老公介绍一下。走到这个居民区，看着很熟悉，有点像中国80年代一样，楼房不高，破破旧旧。但是到了外面最主要的街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防空洞对我来说呢非常熟悉，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防空洞的建设。当时呢中苏交恶，苏联好像想用核弹来轰北京，所以当时北京掀起了这个建设防空洞的这个热潮。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操场就给挖开了，然后要建这个防空洞。这个砖从哪儿来呢？砖是每个小学生从家里面带来，应该是这个叫砖坯，就是说没烧之前的这个土弄成的坯，然后晒干了以后呢，带到学校。学校呢，这个建了窑来把砖坯烧成砖。而我父亲单位建的防空洞可是专业的，可以开进卡车的，很大型的。而阿巴尼亚建的这个防空洞，或者叫地堡，应该算是世界上最多，因为它人很少，这个国家又很小，竟然建了17万之多的防空洞、地堡、堡垒一类的东西。走着走着，我们就很快到了一个对外展示的地堡，这个英文名字叫 Bunker Art 2。那这个呢，就是入口了。这是非常市中心的。今天下雨，正好到地堡里面去看看，也正好躲躲雨。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排队到下面以后需要买票，然后再进去。这个地堡呢是建在原来的内政部的大楼的附近，也就是说上面大楼原来是内政部，现在还是它政府部门。我们当时呢想拍一个照片呢，就是拍一个这个老式的意大利风格的这个照片，他们那个守门的人还不让拍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在买票的地方。这个买票的地方要用现金的，也就是在阿巴尼亚，我们还是换了一些当地的钱。然后进来以后呢，房间非常多，而且因为它是地下嘛，它是按照防核炸的这个规模来的。里面多少个房间，我现在有点记不得，好像是20几个房间吧。然后都有电线，都有这个通讯设施。当然，现在这个房间呢，都改成了像博物馆一样的。就是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展示不同的东西，就是包括这个历史上面2战的时候，那么这个好多的这个纪念的展示，你包括现在这个小的这个电影，就是展示的是2战时候的这个意大利这个占领军和德国占领军这个占领阿尔巴尼亚的这个场景。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被意大利占领，就是刚2战一开始就被意大利占领了，所以这个墨索里尼刚才看到的是墨索里尼坐车的这个像。那当然，他这个里面有反映了，就是说抵抗组织来反对这个意大利的统治。那么这些呢，都是展示他们的这个地下抵抗组织的这个的情况。为什么不是说了吗？这个意大利不是占领了这阿尔巴尼亚嘛，所以它的有些建筑是意大利风格的，就是当时占领军因为占领的时候比较长，就2战刚开始就被占领。然后后面呢就展示了这个，还有一个区间展示比较多的，就是霍查被推翻的这个过程。这个就是展示这个颜色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看了这个博物馆呢，也看了一个它国家的历史博物馆。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事情好像都没什么反应。就说阿尔巴尼亚好像，据我们所说呢，阿尔巴尼亚算是中国最铁的、欧洲最铁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呢又反苏，又反对西方，所以呢被中国称之为这个欧洲的一盏明灯。就是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民族，但是呢，在看它的地标啊、这个建筑或者博物馆里面，实际上都没有反映跟中国的有
任何事情，就是历史上面好像就脱节了一样。因为中国呢给了阿尔巴尼亚很多的援助，每年都给的，要是不给的话，他们会有意见很大的。他几乎就是靠中国这个支撑的，因为他又不被苏联这个接收，也不会被这个欧洲北约这个接收，所以呢，他是非常孤立的一个国家。那给了这么多东西，给了这么多钱的话呢，县政府实际上没有反映任何东西，就说在博物馆里面也看不到任何这个解释中国跟阿尔巴尼亚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也有中国人，也有人说他这阿尔巴尼亚有点像白眼狼一样。但是我在看资料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呢也有理由说你支援我，但是我在政治方面支持你。在联合国投票，欧洲它是基本上就是他支持的唯一的一票。对，我说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我说呢，就说他把那段历史呢一点反应没有，这个是你去了这个国家，以为可以看到一些跟中国之前的这种关系，那么总会留点痕迹吧？现在几乎是连痕迹都没有。我是说这个，我是强调这个东西。我也觉得。需要订正一下呢，阿尔巴尼亚没错，他每次支持中国，但是呢，他一般是领头的。另外一个国家实际上也很重要，就是前南斯拉夫，也就是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国家。地堡里面呢，实际上内容很多。那么房间的功能上面呢，我刚才说了，它每个房间现在都是作为像博物馆一样的这个展示，但实际上它很多房间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用途，包括地下还有这个。监狱一样的，就是有些罪犯他会单独关，像水牢一样的。那么有些呢是军官住的地方，有些呢是士兵需要住的地方。那么有些是搞通讯的，你可以看呢，它这个都是有通风系统的，这个也展示了当时的这个历史的这些痕迹。从地面走过，根本不会想到防空洞里面有这么大，房间有这么多，展示的内容这么丰富，是很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现在的世界形势，核威胁也不是没有，说不定我们所在的国家也需要挖防空洞呢。祈祷世界和平，大家都需要防空洞。顺便说一下，门票是500列克一个人，相当于$5一个人。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点赞、转发，再见。